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我还是你们熟悉的丽姐。非常感谢一直以来订阅我频道的朋友们，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坚持讲这些相亲故事的动力。要是你们觉得我讲的故事有意思，不妨给我打赏打赏，让丽姐能喝杯好茶，更有劲儿的给你们分享更多精彩的相亲趣事。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那可真是绝了，尤其是里头的女主角，她那些高要求啊，差点没把我这个在婚介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老红娘给气晕过去，差点就当场发飙了。咱们就来好好唠唠这位土著女士和她那位外地高薪男友之间的奇葩事儿。故事得从一场相亲说起。这位姑娘35岁，是广州本地人，咱们就叫她小刘吧。这小刘啊，长得那叫一个漂亮，皮肤白得像刚剥了壳的鸡蛋，身材也保持得相当好，一看就是平时注重保养和锻炼的。就她这外在条件，照理说来相亲的小伙子们不得抢着跟她多接触接触，深入了解了解嘛。可这姑娘啊，要求那叫一个高，挑三拣四的，尤其是在找对象这事儿上，一般人还真满足不了她的标准。她来找我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35岁这个黄金相亲年纪了，但你猜怎么着？她的要求丝毫没降低，那标准还是高高在上的。她跟我说啊，男方外表得帅，这就跟选偶像剧男主角似的，条件得好，房子车子存款啥的都得有，收入还得高，不然怎么能配得上他呢？最重要的是必须得是广州本地的，外地的一概不考虑。他还跟我念叨，说自己从小在广州长大，太清楚这座城市的竞争有多激烈了，只有本地男人才懂他的生活方式，才能融入他的朋友圈子。我当时听了，心里就直犯嘀咕，这要求可不低啊，怕是不太好找。但我是谁啊？我可是经验丰富的老红娘，哪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呢？于是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在我手头的资源里，精心挑选了几位广州本地的单身男士介绍给他。本以为这事儿能成呢，结果每次小刘见了面之后，不是嫌弃人家这儿不行，就是那儿不好，总是说看不上，态度还特别高冷，挑剔的让人忍不住想吐槽。就这么着折腾了好一阵子，小刘的家里人可着急了，眼瞅着姑娘年纪越来越大，再这么挑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于是家里人就找到我，拜托我尽量给她介绍条件好点的男人，哪怕不是本地的也行。我寻思着，那就再努努力吧。后来啊，我就给她推荐了一个外地的男士，叫小张。这小张可不简单，是个高薪白领，工作能力那是相当强，收入稳定得很，年纪比小刘小1-2岁，长相也还不错，看着就挺精神的。而且啊，他对小刘的要求还挺配合，听说小刘是广州本地的，甚至还说愿意为了他搬到广州来定居。这场相亲一开始还挺顺利的，两人约着吃了顿饭，席间聊得也算愉快，但我这心里啊就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为啥呢？就小刘那高标准，我实在担心他看不上人家小张。你们也知道，女孩子年纪越大，心里的想法就越复杂，要求也就更难满足。果不其然，第二天小刘就给我打电话了，说他对小张没兴趣。我就问他为啥呀？你们猜他咋说？他居然说小张虽然条件不错，收入也高，可就是不上进。我就纳闷了，这怎么就不上进了呢？他跟我解释说，他觉得小张的收入虽然够他一个人生活的挺滋润，但小张没有像那些大老板那样，整天想着拼命努力往上爬，所以他就觉得小张不上进。我听了都懵了，难道在他眼里，一个人非得整天忙着加班，一门心思的拼命升职，才算是有上进心吗？这想法也太偏激了吧！我当时简直听得目瞪口呆。这还不算完，更离谱的事儿还在后头呢。小刘居然还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是以后结婚了，他希望孩子随母姓，坚决不随父姓。他跟我说，这样孩子的姓氏才更有归属感，还能体现女性的独立性。我一听，这都什么跟什么啊！我差点就爆炸了。你说你都35岁了，还能这么理直气壮地要求男方同意孩子随你姓，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劝他了。我心里想，你要是真想实现这样的要求，除非你真能找到一个完全被你掌控的男人，不然啊，你这想法怕是很难实现。我寻思着，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啊，得想办法调和调和。于是我决定约他和小张再见一次面，
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说不定中间有什么误会呢。结果这一见面，好家伙，两人的争论那叫一个激烈啊！小张一开始对小刘印象还挺好的，觉得自己各方面条件也挺符合他的要求。可经过这段时间接触，他发现小刘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平等，什么叫做尊重。小张就不客气地回对小刘说：“你要求我接受孩子随母姓，我可不觉得你这是尊重我，反倒觉得你有点看不起我。再说了，你所谓的上进，我可不觉得我欠缺。我有自己的目标和规划，不是所有男人都得像你心目中的大老板那样才算是成功。”小刘听了这话，当时就气得脸色通红，立马反驳道：“你就是不上进，根本没有大志。你知道吗？我身边那些成功男人，哪个不是一路拼搏上来的？你不过是个安于现状的安逸白领，根本不懂生活的真正意义。”我在旁边听着，心里直犯嘀咕，这姑娘也太自以为是了吧。我做婚介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呢，把自己对男人的要求硬生生地套在人家身上，好像他自己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这两人啊，越争越激烈，我在旁边都插不上话。我一看这情况不对啊，赶紧上去打圆场，劝两人都冷静冷静。可小张这时候已经很失望了，他站起身来跟我说：“丽姐，我觉得这段感情可能没什么希望了，我们就此分手吧。”说完他转身就走了。小刘呢，这时候还不甘心，气急败坏地跟我说：“丽姐，你看看，这男人就是不上进，根本不值得我嫁。”我当时啊，真是又气又无奈。你说这小刘35岁了，自身条件虽说不错，但这心态也太偏激了吧。小张明明是个有上进心、有责任心的男人，在他眼里却啥都不是，一点小缺点都能被他无限放大。就他这样，以后婚姻能幸福吗？我忍不住跟他说：“小刘啊，你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你是不是得重新审视审视自己，是不是太挑剔了？或者你心里其实根本就没准备好迎接一段稳定的关系。”故事到这儿啊，其实还没结束。后来呢，小刘又陆陆续续相了几次亲，但每次都不太顺利。不是他看不上别人，就是别人觉得他要求太高，相处不来。有一次我给他介绍了一个本地的男士，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就是长相稍微普通了点。小刘见了面之后，直接就跟人家说，他对男方的外表不太满意，觉得带出去没面子。那男士听了也挺不高兴的，觉得小刘太注重外表，不看重内在。还有一次，我给他介绍了一个事业有成的男士，年纪比小刘大几岁，经济条件非常好。可小刘跟人家见面之后，又觉得对方年纪太大，担心以后有代沟。那男士呢，也觉得小刘太挑剔，不懂得珍惜机会。经过这几次相亲，小刘自己也有点灰心了。他找到我跟我说：“丽姐，我是不是真的太挑剔了？为什么我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呢？”我看着他，语重心长地说：“小刘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是完美的，但这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人呢？你得学会接受对方的不完美，多发现别人的优点。你要是一直抱着这么高的要求不放，很难找到真正适合你的人啊。”小刘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从那以后，他似乎慢慢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开始尝试着降低一些要求，不再那么注重对方是不是广州本地人，也不再把外表和收入看得那么重。他开始更多的去了解对方的性格、人品和价值观。有一次，我给他介绍了一个外地来广州打拼的小伙子，叫小李。小李是个做设计的，虽然收入不算特别高，但他很有才华，也很有上进心。他对小刘一见钟情，小刘对小李的第一印象也还不错。两人见面之后聊得很投机，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的兴趣爱好。随着接触的深入，小刘发现小李虽然没有很多钱，也不是广州本地人，但他对生活充满热情，对未来有明确的规划。他每天都会花时间学习新的设计理念，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而且小李对小刘非常体贴，会在他生病的时候细心照顾他，会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耐心安慰他。小刘慢慢的被小李打动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挑剔，而是学会了欣赏小李的优点。两人的感情越来越好，后来就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现在小刘和小李已经结婚了，生活得很幸福。小刘经常跟我说，多亏了我当初的劝说，
让他学会了放下那些过高的要求，去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人。通过小刘的这个故事，我也想跟大家说，在寻找爱情的道路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但这些要求不能太离谱，不能让他们成为我们获得幸福的阻碍。我们要学会接受对方的不完美，用一颗包容的心去对待彼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啦。要是你们喜欢听我讲这些相亲故事，别忘了关注我。丽姐以后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婚恋故事。要是你们在婚恋方面有什么困扰，或者想跟我聊聊，随时都可以找我哦。